这个女娃真可怜，刚刚跑了野狗，又来了野狼，这下她死定了。她本来就死了，给谁吃不是吃？无知鸟类，懂什么？好吵，头好晕。妈，是狼！我的力气什么时候这么大了？我的力气真大，仅用一根木棍制服了一头狼。感情刚才就是这些鸟儿把我吵醒了。等等，我不是为了救人被车撞飞了吗？我去，好歹我也是为了救人而死，怎么连皇冠都没有一副，就给一张破草鞋？果然好人不能做，亏大了，亏大了！这衣服去垃圾堆捡都没有这些古董吧？活了，活了，真活了！你们。观音土胀死！我堂堂现代社畜，居然串到了一个20岁饿死的干瘪村姑身上。这开局，我还不如再死一次。叮！恭喜宿主成功开启系统。是的，宿主，因为你救人而死的，所以下届奖励你一次重生的机会，外加金手指系统。那系统里是不是应有尽有，任我所取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要完成小任务。累死累活打一头狼才换50斤米，我刚才是运气好，真当我是打猎高手啊！这跟在现代当牛做马有什么区别？别那么灰心嘛，这里稀有物种那么多，找到一个稀世珍品就发了。再说还可以做任务赚金币呢。大旱2年，赤地千里，树叶草根都没了，哪来的稀世珍品？家里还有饿快断气的家人，这物价还是大白米最划算。这系统居然是真的，我真活过来了！钱真是不经花呀，要想养活家人还得多多赚钱。可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兑换的？叮，发现珍稀鸟类是否兑换？不能吃我，不能吃我！我知道哪里有水源，哪里还有很多茂密的野草。真的？在哪里？你不会骗我吧？看在你刚才提醒我快跑的份上，本姑娘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在很远的地方。这不废话吗？全靠2条腿，没走几里路就得为了豺狼虎豹。还有一个地方离这不远，翻过2座山头，那里有一个山谷，里面流水潺潺，绿草如茵。村里旱了2年，有水有不值，就有吃的，大家有救了。喂，那个漂亮鸟，我先回家一趟，明天你能带我们去吗？我不叫漂亮鸟，我叫丽鸟。好吧。也不知道爹娘爷奶伤心成什么样了，还有我那刚满3岁的瘦弱小弟，千万要熬住啊！这原主腹中积积肿胀难消，不调理迟早撑不住。等赚了金币，一定要买药好好调理身子。叮，检测到中草药根子，是否兑换？中草药在哪里？你脚下面。咦，赚钱也没那么难嘛。这个能不能回收？可以是可以，但太少了。少就少吧，不然没地方用。好吧，废物回收还能赚点钱，已经不错了。鬼呀！哎，二婶，爷爷，是我。我被野狗扒拉出来，一个猎户经过，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帮我赶走了野狗，拉我起来，拍了我几下，我就醒了。那个猎户听到我是因为吃观音土长死的，可怜我，给了半袋子粗粮。财不外露，大白米绝不能让人看到，只能先用粗粮糊弄过去。她就是我的闺女大丫，不会有错的。
我家大丫命不该绝，她好好的活着回来了。大家都散了吧，赶紧趁着天色还早，多去找找吃食。那个观音图暂时不要吃了。奇怪，我明明最讨厌别人触碰，竟然一点都不抗拒他的怀抱，这就是血脉相连的感觉吗？这架势，看来是要3堂会诊了。爷，您还想知道什么？那个猎户长什么样？个子高高大大的，背着弓箭，拿着一把大砍刀，手里还提着几只中箭的兔子。这附近10里8乡哪有这号人物？他这到底是信了还是没信啊？老头子，老头子，那袋粮怎么吃？家里大小小10几张嘴，昨天大丫头就是饿极了吃观音土菜，幸亏这猎户救了命。放几把米在小锅里，熬出米油给底下几个小的吃。抓一把米丢大锅里，或者树皮糊一起熬，好歹让大家都沾点米味儿。天知道我们家有多久没过米味儿了。借尸还魂总算糊弄过去了，有口吃的就不错，绝不能犯众怒。爷，猎户说后山翻2座山的山谷里有水源和野菜。水源？此话当真？哎呦，爷你弄疼我了！老头子，你干嘛？弄痛了我大孙女了！大丫头，你别怪爷，要知道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村人就能活命了。爷爷一时着急，所以……爷，我不怪你，这事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。要是假的，全村人从希望坠入绝望，非疯了不可。是爷爷着急了，这事儿得从长计议，不能盲目的带人前去。就是，免得想做好事还落下埋怨。不好了，村长！大石村、大河村、山坳村的人联合一起来抢水了。水源是我们槐树村人生存的根本，没有水谁都活不了，这水一定得守住了。老头子，这次那么多人，我们怎么跟他们斗？不能斗也要斗，不然也是个死。老头子说的对，儿媳妇们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，好歹给孩子们拼出一条活路来。好家伙，3个村子的男丁联合起来足有大几百人，我们村子男女老老全加起来才2、300人，这要对上不得全军覆没。爷爷他们去村口和其他村子因为抢水要打起来了，硬拼肯定不行，得买个趁手的武器，最好能一下把这帮人吓破胆。冷兵器，这不顶用啊！要是能买个高压电气棒，一电倒一片该多爽！穷鬼不配用高科技，难道刚穿越又要领盒饭？大力丸10个金币1粒，贵是有点贵，但保命要紧，拼了！槐树村的水不供强抢之人，现在退走，莫要自误。老头儿不肯交出水源，今日绝不罢休。这大力丸太给力了吧！我现在感觉浑手使不完的牛劲儿。就这点力气也敢动我爷爷？这谁家娃啊？怎么这么大力气？啊，好像是方村长的大孙女。不对，他大孙女不是喵了吗？今天早上埋后山坡了。你还没听说啊？就在1个时辰前，他非但死，还好好的回来了。死了还能复活？不会是什么妖精附体吧？闭上你的嘴，没看见他在帮咱村吗？要是妖精能帮咱们，那也是好妖精。诸位，平日里我们几个村镇子井水不犯河水，现在是天灾，不能因为一点水就打架呀，那我们几个村子就完了。可是没有水喝，我们也活不了啊！老伙计，你糊涂啊！想当年我和你还一起驱赶过野狼，现在竟为了一口水打架，实在不值当啊！我们每个村子每天各给3桶水，保证每个人每天有口水润润喉咙，多的真没有了。唉，其实光有这口水没有吃的还是活不成，这都什么世道啊！何村长，你们村离官道不远，为什么不去县城里等候府衙施粥呢？真的？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？我听人说，县城门口每隔一段时间，每天都有人施粥，有时候是府衙的人，有时候是那些附身老爷。现在刚刚开始3天，你们明天去还来得及。切，真有那么好的事儿，为什么你们村的人不去？就是，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他们村都没去，8成是骗人的。因为我们槐树村离官道太远，走到县人天都黑了，为了一碗粥跑1天又回来，那粥就等于白喝了。如此，多谢大侄子了。咱们大河村的人回了，明天上县城讨粥喝去。走，明天咱们喝粥去。听见没有？我们村不是好惹的，再敢来抢水，
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走，我们不跟蛮丫头一般见识。三叔，还是你厉害。要不是大丫的大力气吓怕了他们，我说什么都没用。这就是我那个今早亲手把我埋了的便宜爹，2辈子都没感受过父爱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爹，你们听我说，那粥可不是那么好讨的。听说为了一碗稀的跟清水差不了多少的粥水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都有。咱们村离县城多远，你们都清楚。天黑回不去，只能睡城门口和官道边。多少人因此丢了命，家人连哭的地方都没有。村长，不是我们不识好歹，我们嚼草根、啃肚皮都能忍。可家里的老人孩子已经1年多没闻过米味了，再这想象就熬不住了。你们以为豁出一条命就能换回一碗粥了吗？只怕命白丢了，粥压根到不了你家人手上。我们在村里好歹还有点草根树皮，有水喝，还能活。出去了，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了。爷爷，那个山谷，今早我孙女侥幸未死，下葬时被猎户救下。猎户告知，翻过2座山，有一处山谷，有水与叶菜，可供生存。村长，当真有这处谷地，我们即刻斗神前往。听我把话说完。周围干一片，只有那有水有绿植，怕是山中的野兽都聚集在那里了。那我们就跟野兽拼了，还能给家人带回一顿肉。在现代吃到吐的大鱼大肉，在这里却要全村男丁拿命去换。原主吃进去的观音土发作了，要命！这下身体轻快不少，整个人都舒服了。大丫，你干嘛去了？你的糊物粥都凉了，快喝！娘，我肚子痛，吃不下，你帮我吃了吧。大丫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好多了，放心吧，娘。你既然没事了，就吃粥吧，不然饿得明天下不来床了。不，我吃不下，你吃吧。饿得眼冒金星了。肉包1金币1个，牛奶2金币1瓶。我之前买了大力丸，应该只剩80金币了吧？我靠，还有这等好事！教训个莽汉就能白赚100金币，这钱也太好挣了吧！这感觉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大丫，你在吃什么？奶，如果我说这包子是猎户给的，您信吗？什么？天老爷，是肉包！好吧，适得其反，发现就发现吧，爱咋地咋地，我摆烂了。大丫，哪儿来的？奶，你怕我吗？我怕你生病，怕你长不大，我的祖宗。奶，我迷迷糊糊里做了个梦，梦见有人说我福大命大，还给了我些机缘，所以那山谷是真的。对，那这肉包是我变的，不过眼下我法术不精，无法变化太多。哇，你个天奶哎！你干嘛？这可使不得！虽然您现在屈居我大孙女的肉身，但您始终不是凡人。奶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您的大孙女，只是死后还魂罢了。我不是神来，不是仙，我就是方家大丫头，您的大孙女。以后可不许说我不是凡人的话了，也不能跪拜我，不然我会折寿早死的。娘，我这包子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吧？要吃现在就吃，不吃还给我。哦，娘，他就是一天不挨顿骂不舒坦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那个还有包子吗？包子，你看我像包子吗？干脆把我吃了得了。大丫，你奶哪来的肉包子？我不知道啊，要不你问奶去。
既然人到齐了，出发吧！完了，这么多人，那只利鸟肯定吓得躲起来了。没有它带路，我哪知道山谷在哪儿啊？嘿，利鸟，真是你！哇，有只鸟儿，快抓住它！不行，利鸟懂人性的，它会带路找到山谷。爷爷，没有利鸟带路，我也不懂去山谷。好了，这鸟才这么点大，吃它都不够塞牙缝的，还是让它给我们带路吧。这鸟真那么神奇，会带我们找到山谷？不会是骗我们去喂野兽的吧？你胡说，利鸟才不会骗我们呢！利鸟才不会骗我们呢！你不会骗我吧？我可是在保护你呢，就是你不能说假话，不然等虾喵抓你吃了，我可不帮你了。真的，没有假话。你说不骗就不骗啊？对着这只吱吱喳的鸟儿就说它是神鸟，我看不是鸟儿骗我们，是你骗我们。我为什么要骗你们？你不相信可以不来啊！你。啊！真的有水！那么大一片绿色，肯定有很多野菜，我们有救了！慢着，先下几个人去探探路。爷爷，我先让利鸟下去看看，没有危险再叫人下去。好，还是我大孙女考虑周全。宋爷爷。嘿，这鸟儿还真懂人性，叫它干什么就干什么了。我看这鸟儿不一般，难怪大鸭拦着不让我们抓来吃。大鸭，等等！利鸟，怎么了？有蛇，很多蛇！蛇最喜欢吃鸟，难怪把它吓成这样。怎么了？鸟儿说什么了？利鸟说下面今天有很多蛇，昨天都没有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蛇！蛇喜阴喜湿，有水的山谷有蛇也正常。村长，怎么办？爷爷，让我先下去把蛇收拾了，你们才下来。不行，不行！我这闺女才刚活过来，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她再去涉险。爹，爷爷，你们放心，我力气大，还有蛇药，蛇奈何不了我。大鸭！爹，我要去帮大鸭。爹，我跟大哥一起去吧，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，总不能让大鸭一个小丫头顶在咱大老爷们前长。方林说的对，咱们这些大老爷们不能躲在一个小丫头背后当缩头乌龟，这成什么了？村长，我们也去，那蛇肉可是大补的。村长，我们都去吧，那么多人一起上，那蛇要咬也不可能一下子咬死这么多。看来这帮乡野和家人还是有良心的，不过你们跟着太妨碍我发挥了啊！雄黄一金币1两，太坑了！不管了，保命要紧。解蛇毒药丸，以防万一有人被咬。走了，他们走了，顺着我的足迹走，我撒了驱蛇粉。那么多人都听一个小屁孩的，有病！10个金币就这么没了，心疼死我了！等等，我刚才好像听懂了那些蛇撤退时的声音。不错不错，懂兽语，这个金手指不错。跟外面的干旱地狱相比，这简直是梦中天堂。花那点硬币值了。利鸟，再确认一遍，周围还有危险吗？没危险了，安全。安全了，大家下来吧。我没做梦吧？都愣着干什么？
想摘野菜的摘野菜，想挑水的挑水去。这溪流两边有不少野兽脚印，咱得速战速决。感谢老天爷赏命啊！感谢山神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有救了！我可不想再喝苦了吧唧的野菜汤了，我要找能吃饱的碳水。叮咚叮咚，发现精品10香醋，发现野生石斛，再名贵的药材也不能当饭吃，统统换钱。500金币，总算能换不少米面了，不用一家人饿肚子了。大丫，这些区钱也是能吃的，你怎么不挖？这孩子不会是埋了一次，连野菜都不认识了吧？知道了，爹。叮咚，发现野生芋头，1金币1斤，是否兑换？奶奶的，1金币1斤，打发要饭的呢？我都换走了，村民吃什么？别碰芋好！村里谁不知道这野生芋麻碰一下就红肿瘙痒？爷爷，这个能吃的，不过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以前还吃死过人，大丫怎么说能吃？这老头疑心病又犯了。爷，这叫芋头，可煮来吃，烤着吃，还可以做成丸子熬糖水吃。不过没煮熟之前，它的皮和汁液沾到人的皮肤会痒，甚至红肿，所以挖的时候和清洗的时候要注意。总之，按照我的方法来做，不但能吃，还非常美味，绝对不会有毒。这也是那个猎户告诉你的？对，就是他。昨晚那凭空出现的肉包子，出门前老婆子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听孙女的。这丫头现在邪门的很，说不定真能吃。大丫，你让开，让爷爷来挖。好啊，爷爷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我去看看溪流里有没有鱼虾，捉点回家熬个汤喝。小心点儿，溪流边上水草茂盛，会有蛇。蛇早被我一把雄黄粉干跑了。知道了，爷爷，我会用木棍先敲打一番才走过去的。对了，告诉村里人，这芋头相信的就挖，不相信的就算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要是真能吃，能救活全村多少条人命啊！大家快过来，这里有好东西！什么好东西？这是寓意。我记得先祖曾经说过，此物外皮不能触碰，会红肿痛痒，煮熟之后能保父卫家。孙女说的就是对的。如果出了事，我就把锅甩给先祖和我自己。真的，村长，你可不要骗我们，这个以前可是吃死过人。你不相信，你不挖就是了，到时候别怪我没说。老大老二，给我挖。爹，我和二弟分工，一个人挖芋头，一个人挖野菜吧。万一这个不能吃，好歹还有野菜。别忘了昨晚的肉包。我老婆子说了，这是秘密，听大孙女的准没错。叮咚，野生马之剑，5个金币1斤，是否兑换？还有这等好事，换！有源头，还是甜的。快跑！糟了，只想到防蛇，忘记了还有其他的猛兽。有了！糟了，咱们被狼包围了！大家快靠近，背背出防守。方丫头，咋办？我这破锄头顶个屁用！早知道就不听我家那死老婆子的话，把玄铁弓箭带上了，这下连命都没了。我不照1.2米的瘦骨头，都不够他们塞牙缝的，拼了！野狼最怕火，就决定是你了。谁猛地拽我，想一块喵了吗？都退到我身后！
这篝火撑不了太久，39个人，一人一块石头也能逼退他们。买，火油弹全给我买下来！给我滚！不要点灯！动手！都给我闭嘴！瞧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儿！此地不宜久留，快点收拾一下，背上野狼，离开这里。爷爷，先灭火。今儿个是老天爷帮忙，降下天雷天火驱狼群。现在野狼已除，大家伙先把火灭了，不然烧到外面林子，咱就什么都没了。感谢老天爷保佑，感谢老天爷降天雷天火。爷爷这是在帮我打掩护呢。坏了，爷爷起疑心了。不过事已至此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这便宜爹倒是个真疼女儿的。爹，没事了，野狼都死了。大丫，大丫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没事。可惜了那些狱内，刚才走得太急，爷爷只让带走了2筐，我现在被盯这么紧，想用系统回收换金币都做不到，亏大了。丫头，你刚才掏出的是什么？别人没看见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你扔了个黑乎乎的蛋出去才打的雷。我没掏什么啊，您看错了吧？只要我死不承认，谁能拿我怎么样？大丫，这狼肉能吃吗？可以吃，不过狼肉性寒，要加姜片和辣椒驱毒。系统商城里的齐民药制残页上可是明确写着，贞观年间就有食用狼肉的记载，准没错。村长他们回来了！有狼！我的老天，太多狼！我的个老天爷啊！都让人没了，留着我们娘仨可咋活呀？人都回来了，鬼哭狼嚎干什么？哎呦喂，那么多狼肉！再年光景难熬，这日子实在太苦了。大家伙把野狼杀了分肉，野狼皮子值钱，别弄坏了，留着以后换钱。好，村长放心吧，让刘烈虎负责剥皮子，保证狼皮现在是咋样，剥下来就是咋样。村长，这皮子能换半斗死米？不换，皮子要做成皮甲，保暖还能防备野兽。阿爷，您来处分配。按人头分，家里壮人力多的，一人多分半根肠子。上大秤，狼肉280多斤，骨头这些等会儿当天头分。割肉，打上杂料分成小堆，抽签领肉。这副老身子本就亏夫，今天又爬山又劳碌，实在耗太过。要不是昨晚大孙女给的那口肉包子撑着，身体早就扛不住了。这系统居然还能自动诊断生成配方，那我岂不是无师自通的神医了？换！阿爷，含着。
大丫，这是什么？能驱寒止咳，得配别个才好。你先含着，回家我给你熬药汤。方神医，求求您救救我孙子！这个也是那个猎户告诉你的。大丫头有神仙保佑，求你救救我家虎子。虎子得的是肺痈加上中暑，没吃没喝还中了暑，再好的身体都扛不住。我虽然激活了医术技能，但从来没治过人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这些煮水喝，煮好后放凉，加点生盐喝下。虎子都这样了，好歹试试，不然你还有别的法子吗？王婆子也是可怜，男人去年死了，儿子上个月吃错野菜也死了，现在只有虎子和儿媳妇陪着他。要是虎子也……放心，这药方能救虎子。这破烂玩意儿！趁他们还没回来，得先把粮食备好。算了，先吃上几顿白米饭再说，不能一下子把阴币货发光了。村里今天都在煮肉，要吃肉就得趁今天浑水摸鱼。但我可不吃又腥又柴的狼肉，这煮出来的一大锅干饭，一家人绝对能吃饱。干饭吃不成了，煮粥吧，总比野菜汤强。野菜焯了加猪油盐凉拌，不行，越想越馋了。五花肉10金币，瘦肉15金币，排骨30金币，这物价抢钱啊！看着多，要是再碰上狼群，根本不够看。30个金币啊！肥肉能炼猪油，以后炒菜野菜就不苦了。猪油渣还能包饺子，值了。差了点味儿，没盐。盐味儿有了，但不够油水。就是这个味儿，小时候爷奶给我煮的芋头粥。哪里来的香味儿？好香啊！这香味是肉，还有米香，绝不可能是在做梦。大丫，你煮了什么东西那么香？快让二婶进去看看。这丫头现在邪门的很，万一惹恼了她，连口汤都喝不上。你在干什么？又想欺负我大丫是不是？没有，娘，我只是闻着香，问问大丫煮了啥，哪敢欺负您的宝贝孙女。大丫，你煮饭了吗？娘，我做好晚饭了，你们看就知道了。咋的了？一惊一乍的。我的老天爷！咋的了？老三家的，你去叫你公爹到堂屋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老大家的，你死死守住灶房门口，不要让人进来，谁来都不行。大丫，跟奶回房。奶，您看。奶，你别吓我！昨晚的肉包你都能接受，怎么几袋大米就吓成这样？大丫，你还是咱方家的大丫吗？奶，你摸摸我的手，我脸如假包换，不管我怎么变，永远都是奶的孙女大丫。在这个天天饿死人的年代，管他是妖是仙，能让家人活命的，就是我方家的好大丫。好，真是奶的乖孙女。奶，你信我吗？以后咱们家人人都能吃上大白米饭，天天都吃红烧肉。信，奶相信咱家大丫
能让家人都过上好日子。奶，咱再不出去，咱也该等急了。锅里的芋头大米粥该熬成糊了。啥事儿那么急？老婆子，这大白天的这么着急，有什么事情要说的？你自己看。老婆子，这哪儿来的？你偷去镇上抢大户了？老婆子，这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？你大孙女变来的。把事情交给奶奶处理，靠谱。30年前闹饥荒，我娘就是这么煮草根野菜汤。吃你的吧。这狼肉好歹是肉，还能比粥好吃。哎呦，又腥又柴，差点把我2颗老围瓤磕掉。这味道，给再多狼肉都不换。别管它没苦硬吃，白米粥多香啊！吃那老硬的狼肉。我这二婶肯定是又偷拿吃食去补贴娘家了。吴氏的娘家在大石村，翻过这座山头就到了，不到半个时辰就能打个来回。他娘家父母兄弟也不算懒汉，以前也常来帮忙干活。算了，他也算有分寸，只端了半碗粥和一块大家不爱吃的狼肉，就当没看见吧。老大媳妇儿把狼肉切成2指宽的条，挂屋檐下晾干。老三媳妇儿把院子扫了，柴火包回灶房。老二，你媳妇儿呢？不知道呢，上茅坑了吧？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，上个茅坑去那么久。大丫，进来帮奶烧火。哎，来了。奶，是丽油吗？嘘，我的小祖宗，小点声。奶，刚才粥里的肉末你咋跟他们解释的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要什么解释？谁要刨根问底，那就别吃。简单粗暴，不愧是我奶。那奶奶，现在切肉你还怕什么？也是哦，反正等下炼猪油的香味也盖不住。不管了，反正我就有肉，爱咋地咋地吧。我倒要看看谁敢把我烧死。奶，这个叫打火机，这样一打就有火了。我的姑奶奶呀，你快点把这什么机收起来！要是让你娘他们看到，该吓着他们了。奶，这个不怕的，打火容易又安全。对，摁住这里，一摁。奶，你太紧张了，快去把手洗洗，擦擦汗。不行，在这猪油多金贵啊，我得找东西刮下来，不然就浪费了。奶，这个就不要了吧？不行，哎，这么多油不要多可惜啊。娘，大丫，你们哪儿来的猪肉？要死了啊！叫什么叫？干活没见影，嗅着味儿就来，你属狗的！你是不是又拿东西回娘家了？你想说什么就说，说完了滚蛋，别在我面前晃悠。爷和爹肯定在担心新猪肉味飘出去惹祸，但这也没办法，总不能一家人一辈子不吃肉吧？大丫，这……爷，奶说了，别管，别问。我的小祖宗，你这撒的是什么？我的个老天奶，是甜的，焦香酥脆，
还带着白糖蓉的甜味，简直是油脂爆炸的快感，妥妥的小时候的味道。我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，就这一口死了都值。这高热量搁现代我碰都不碰，可这身子太缺油水，吃2块太顶用了。奶，这是糖，甜吗？甜，这可是金贵的好东西，奶这辈子能尝一口，死都不冤了。奶，别瞎说，以后我还找更多好东西给您吃，不许再说这话。好，奶不说了，以后奶还要尝遍咱大丫寻来的美食。奶，你还不快点拿出去分分，外面那几个小孩口水都流成河了。奶，你在干嘛？这猪肉渣一酥脆，一切就碎成渣渣了。切小点儿分给大家，都尝尝这好东西。尤其你爷能吃上也不亏了。奶，这在后世就是丢垃圾桶或者喂狗的边角料，怎么就成神仙美食了？奶，那边不是还有半罐吗？分家里人足够了。那些留着以后做菜用的，往苦涩的野菜里放上1块熬汤，油水也有了，绝对不能霍霍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拼了！系统再买10斤肥肉。哎呦喂，痛死我了！奶，你没事吧？50个金币买肥肉，现在还得花金币买药，我的钱啊！奶呀，你说你，幸亏那刀太钝了，要是锋利的，你得去掉半个脚掌了。还不都是你下的？奶，这是治普通跌打损伤的药，你留着。奶，把这些猪油渣都分了吧。这去吧，反了，叫你娘3婶进来，我这叫你脚动不了，让他们来弄猪油。哎，爷，奶叫你把这些分了。真是你奶说的？不信你问他。老头子，这么晚还不睡？我也不想偷听，可谁让爷爷偏挑这时候来？老婆子，你觉得大丫她……老头子，你越活越糊涂了。甭管大丫咋样，没坏心就是咱大孙女。可现在的她现在怎么了？她现在给咱家带回大白米，给村人找到吃食，救活了一村人。她要是想害人，用得着这么费劲吗？我知道大丫是个好的，可她的法术终究纸包不住火，要是被人发现了……原来爷爷是在担心我的安危。他们虽然可能也是因为粮食才接受我，但没贪得无厌，还处处替我打掩护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老头子，你来看。老婆子，你会变法术？你打开看看。我的天，这些都是……上面2袋是大白米，下面2袋是大白面，雪白雪白那种，细腻的像奶油，不掺一点麸皮。老头子，你别吓我！老头子，你可不能有事。咱大丫说了，以后给咱弄很多好吃的，让咱以后都不会饿肚子。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你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。我没事，大丫真这么说的。千真万确，而且我看大丫不是哄我的，她是真能做到。老婆子，大丫以后就是咱家的福星，他是咱家的大恩人，谁敢对他不好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老头子，你这样想就对了，这个年头能活下去就不错了，哪管得了那么多。还有，你要跟老二说说，他媳妇儿总是拿东西贴补娘家，今天又拿了狼肉回去，怕是引来祸事。老二那个软骨头都听媳妇儿的，这些话还是你跟老二家的说才好。夜了，睡吧，明天又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呢。村人有了狼肉野菜能熬一阵，可水源干涸怎么办？老头子，你也别想太多，个人自有个人命，天灾年间咱只能个人自扫慢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大妮总是接近娘家，要是被婆家发现就完了。娘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谁叫咱家穷呢？今晚要是没有这肉，咱大宝都撑不到明天了。你个泼妇，这野菜明明是我先看见的。哟，二丫回来了。你拿的什么？娘，
您看。我的个老天爷！肉是肉香和米香味儿，还有粥，这是大米粥。你闻闻这味儿。二丫，你哪来的这些东西？婆家村里昨天打了10几头野狼，分了肉，我就想着拿些回来孝敬爹娘。野狼？你婆家那几个窝囊废还能打狼？别是偷的吧？娘，什么偷的？真是打的！我那大侄儿方大丫就是昨天死了那个，没死透被救回来了。今天带着村人出去找水源，找到了很多野菜，还无意中打死10几头狼。方大丫，就那个病秧子，他没死，还有这运气？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娘，您到底要不要？不要我拿回去了。要！进了吴家的门就是吴家的东西，你还想拿回去？做梦！这2块肉肥点留着腌上，瘦的今天中午切一小块炖了，粥热一热，给你爹和你2个哥哥先喝，他们干活要力气。娘，孩子们也要喝。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都有，少不了你们的。在方家，老太婆抠门的要死，我拿根针都要盘问半天。还是娘家好，我拿东西回来，他们就把我当功臣供着。肉，有人在炖肉。香味的源头正是村东头冒着炊烟的吴老栓家。在这观音土遍地的灾年，炖肉的香味根本藏不住，简直是勾魂的毒药。好啊，吴家帮穷鬼居然吃上肉了，这肉我也得尝尝。天热怕肉坏，干脆都炖熟了，方便保存。吴老栓家穷的耗子都要连夜搬家，哪来的肉？除非是吴氏从婆家拿回来的。今天我在山顶躲懒，确实听到山脚下槐树村的人在欢呼，说打了一群野狼。当时以为他们饿出幻觉了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他能偷肉回娘家，家里肯定藏着存货。我不用多拿，摸几块肉，再顺点粮食，就够我吃好几天的了。水个屁！方家爷来了。粮食和好东西肯定在堂屋。哎，米香，还有肉香。他娘的，挂这么高！不能光顾着吃，得多找点带走。干脆连篮子一起扯下来！谁？果然，下午二婶偷拿东西回娘家，肯定会把家底露给大石村的闲汉。我等半天了。你是谁？来我家偷东西的？
小丫头片子，少管闲事，敢喊人，有你好果子吃。你怀里揣的是我家的肉，你踩的板凳是我家的，连你手里的柴刀，看那修迹，恐怕也是从哪家偷来的。你少废废话，识相的把嘴闭上，姥姥的东西走，大家都省事。你要是敢怎么样？白天听吴氏说这丫头死而复生，不，她只是命大。一个20多岁的小丫头能有多厉害？让开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别以为我不敢。宁顾问，这力气太惊人了，手腕被攥得生疼。我什么？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大丫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前有这煞风守门，后有墙，跑不掉了。荒年偷粮可是要判重刑的。姑奶奶、小祖宗，饶了我吧！我不是人，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才来偷的。你大人大量饶我这一回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这是谁？天奶奶的，这是贼！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有贼偷东西了！奶，别喊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我啥时候这么听大孙女的话了？奶，这人叫吴赖子，大石村的泼皮，夜里翻墙进来想偷咱家的肉，被我堵住了。大石村的。完了，这泼皮怎么会来？大石村的。他怎么会来这里？他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二婶，这个吴赖子是你娘家那个村的吧？是吧？我不太熟。不太熟？那他怎么知道咱家房梁上的篮子里有肉？一个外村人大半夜摸翻山越岭，翻墙进家院子，直奔堂屋，踩着板凳去够房梁上的篮子，这路线也太熟了吧？大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把人找来的？我冤枉啊！我什么都没做。二婶，傍晚时分，你拿了家里一碗粥和一块肉回娘家，你娘家人炖肉吃，肉香飘散出去，恰巧被这个吴辣子闻见，他偷听到肉是你从婆家拿回来的，就猜到咱家还有存链，所以夜里来偷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好你个吴氏！我说了多少次不许往外拿，你聋了还是傻了啊？你偷家里的东西贴补娘家，还招了贼来偷自家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是不是要把方家搬空了才甘心？还有你这无赖，竟敢偷到我家里来！今日定要好好教训你！别打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饶命啊！娘，别打了，打出人命来，咱家也要吃官司。二叔，你去找村民，把这事儿告诉大家，让大家来处理这个贼。大丫，这种人不能轻易放了。明天他偷咱家就敢偷别人家，告诉村里人，让村里人知道有这么个贼，以后大家也好提防。行。不是，你个害人精！要不是你个蠢女人把肉拿回去炖，老子能落到这步田地。吴赖子，你还有这什么好说的？方大叔，我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。哼，饿就能偷东西？你大石村谁不饿？别人怎么不偷？把这人绑在村口的树上。镇上现在偷粮食的管得严，少说也得打30板子，关10天半个月。方大叔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别送官，送官我就完了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求你别送官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偷东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？爷爷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大丫，你说。送官当然好，但镇上现在自顾不暇，关他10天半个月，还得管他饭吃，镇上的人未必乐意。不如让他在村里做工抵罪。村里不是正在挖渠引水吗？让他去挖渠，干上1个月，累是累了点儿，但比送官挨板子强。他出了力，村里得了益，两全其美。行，
就按大丫说的办。你愿不愿意？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大丫这丫头不简单。老二，你媳妇儿干的事儿，你怎么说？小吴，你嫁到方家8年了，我对你怎么样？好，我娘对你怎么样？也好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每次家里好不容易有点吃的，你一声不吭就拿走一半。你有没有想过家里人吃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2个孩子？有没有想过这些狼肉是大丫带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山谷，我们差点被野狼咬死了才得来的这些东西？你倒好，转手就送人了。我就是想给我爹娘尝尝，他们也饿了好久了。你爹娘饿，我方家的人就不饿吗？你爹是人，我方家的人就不是人吗？从今天起，家里的东西你不许再碰，吃什么用什么都由我娘管着。你要是再偷偷摸摸往娘家拿东西，你就回你娘家去，别再回来了。方丽，二婶，今天的事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有句话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我方雅的东西，我愿意给，那是情分；我不愿意给，谁也别想拿。偷一次，我抓一次。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偷家里的东西，我不会再给二叔面子，我会直接把你送回吴家村，带着你偷的东西，让你娘家人看看他们的好女儿在婆家都干了些什么。唉，今天又是大太阳的一天，这样下去，槐树底下的水源会越来越小了。听今天来打水的人，昨天大河村和山坳村的人上县城讨粥喝了。不要想太多，你也是出于好心，要是他们有什么，也怪不到你身上。水源才是最大的麻烦，我系统里那点金币买粮食还行，要买够全村人喝的水，简直是杯水车薪，赚的金币根本不够花。这种无力感，真比在现代当苦力社工还要憋屈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吃的解决了，现在该去解决全村的水源问题了。至于那个无赖子敢来偷东西，这就是下场。家里没有一个人催我去挖野菜，这就是当了大功臣的待遇，能者多劳，也能者多得，不用受那份罪。三婶儿，我去看爷爷他们挖渠了啊！真惨，系统里虽然有大米，但我绝不能拿出来分，人性经不起考验。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把水引下来。哎，丽鸟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几十人组成的队伍往哪里走了？跟我来。咦，爷爷昨天不是安排爹和二叔去看守老槐树的水源吗？怎么也跟着来了？估计是换人了。爷爷爹！这丫头主意大，说不定又有什么仙家手段。大丫，你怎么……哎，这山路多难走，你跑来凑什么热闹？爷爷，那水潭在啥地方？咱们走了好久了。再走一截就到了。那水潭在个石洞里，往年雨水足的时候，水能漫出来流到山下。今年虽说旱了，但那洞子深，底下应该还存着些水。存着水也引不下来啊。之前听爷爷提过，那水潭的位置确实比村子高，按理说水往低处流，修条渠就能引下来。可村民们挖了10几天，水就是下不来。问题出在哪儿？要么是路线坡度测量不对，要么是中间这道山梁的地形太复杂，水流到一半被渗漏或者堵死了。靠这些村民用锄头盲挖，再挖半年也引不下来。看来还得靠我的系统。系统有没有关于水利工程的知识可以兑换？最便宜的农田水基础也要500金币。我现在手里虽然有2000多金币，但在这荒山野岭没有东西能回收换钱，金币是用一个少一个，万一遇上流民野兽，没钱买武器就死定了。算了，先看看实际情况再说。到了，水潭就在这洞里。我年轻的时进去过，里头不小，水也深，但这些日子干了多少我也不知道。这洞子窄成这样子，水咋引出来？哎，所以我才发愁。洞子在这边，水要往村子那边走，得过这道梁子。原来如此，水潭地势虽然高，但出口朝西北，村子在东南，水流出来得拐个大弯。村民挖的渠到了半山腰，坡度变缓，水就流不动了。昨天我跟老张头他们商量，在坡陡的地方把渠挖深些，让水有个冲劲儿。可挖深了那个土是沙土，渗水渗得厉害。昨天好不容易引了点水过来，还没流到渠底就漏光了。连通气原理不行，搞不了大型工程。
必须找个简单实用、不花钱的土办法。爷爷，那个沙土的地方能不能铺点什么东西防水？铺啥？这丫头死过一次后，不仅胆子变大了，脑子也变灵光了。咱家连张完整的席子都没有，拿啥铺？不是铺席子，我是说能不能用黄泥？黄泥糊在渠底和渠壁上，夯实了就不渗水了。黄泥也不行，我昨天试过了，和了黄泥糊上去，水一泡就散了。普通的黄泥没有粘性，一泡就散。古代修城墙和水利都用三合土，黄泥、石灰加糯米汤，干了以后坚硬如石。可现在上哪儿找糯米和石灰？你要石灰干啥？那玩意儿烧手。这种石头能烧石灰吗？这庄稼人哪懂烧石灰的事儿？大丫说的是那种刷墙用的白灰。我记得你姥爷那边有个远房表亲是在镇上做泥瓦匠的，听他说过，石灰是用青石头在窑里烧出来的。对，就是那个。爷爷，咱们能不能自己烧石灰？用石灰和黄泥掺在一起糊渠，干了以后就不怕水泡了。烧石菇得砌窑吧？咱村谁也不会呀。不会可以学。那个亲戚能不能请过来？那人住在镇上，现在这年景，谁还肯大老远跑咱们这穷山沟里来？自从有了系统，听力变强了，这声音不像水声。好喝好喝，喝饱了睡觉。外头的人怎么还不走？吵死了！土拨鼠旱汤，这家伙居然在水潭里安家了。既然他能喝饱水，说明里面的水量绝对不少。爷爷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行不行。你说。咱们之前的思路是把水从裂缝出口引出来，但这路线有沙土层，渗水严重，而且坡度不够。我在想，能不能换一条路线，从这个位置直接在石壁上凿一个口子，把水从石壁里头引出来，这样水出来的位置高了1丈多，往下走的坡度就大多了。而且石壁这边的土质是黄粘土，渗水没那么厉害。大丫说的好像有道理。要这么顺着坡下去，一路不用拐弯，老张头他们挖的下半截渠还能接上用。可这石壁硬得很，拿啥凿？大丫，你这力气，你是吃了龙肉了？爷爷，咱们试试吧。系统有没有凿石头的技巧可以兑换？太贵了，还是靠自己的脑子和力气吧。大兴，听说你想出法子了？修渠岸爬到窗方坚硬1丈2尺处。这丫头，行啊！开干！这样下去，凿到明年也凿不通。让我试试。大丫，这活你干不了。大丫，你这是吃了啥？别废话，干活！系统给了我大力，但这干瘪的身体体力实在跟不上，没挥几下就虚了。这种时候多一个人出力，全村人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。估算着还有大约3尺厚，快了，再加把劲儿，天黑之前能凿通。好苦的野菜汤，娘在外人面前也不敢拿米汤，生怕惹眼。大丫，歇歇吧。不行，时间不等人，必须赶快匀水。村长，村东头的刘婆婆昏过去了。她孙子说，刘婆婆3天没吃东西了，今天早上喝了碗观音土糊糊，肚子胀得跟鼓似的，刚才突然就倒了。观音土，又是观音土，这东西吃进肚子里结成硬块，能把人活活胀死。原主就是这么憋屈死的。走，快回去看看。爷爷，我去。吃了观音土引发腹胀拱锁，耽搁下去会有危险。系统有没有能缓解症状的物品？初级催吐散，50金币，
刚才买采矿技术树都舍不得，但这可是人命关天，兑换！让一让！大家都出去，留2个人帮忙就行。屋里人多，气闷。都出去，别在这碍事儿。刘嬷嬷，醒醒，喝点水。要吐了。王婶儿，麻烦您再倒碗水来，等会儿给他漱漱口。让他睡一觉，醒了之后先别吃东西，喝点稀的，越稀越好。大丫姐，别跪，你奶奶没事了，但你得记住，以后千万别再吃观音土了。那观音土吃下去是能顶饿，但吃多了会死人的，知道吗？我就是吃观音土胀死的，但这大实话可不能说。给你奶奶留着，等她醒了煮成糊糊给她吃，省着点儿。大丫姐，50金币换1条命，值。但金币越花越少，以后遇上更大的麻烦怎么办？不想了，先把眼前的水渠凿通再说。大丫，快来快来，就差最后1层了。但是放哑子是3尺，那谁要走？估计只剩最后半尺左右的厚度了。让我来。大丫，谢谢吧。没事，爹，我再凿几下，估摸着快了。有水汽了，再往里凿个2、3寸，应该就能见水。凿石头不能光靠蛮力，得有节奏。吸气，蓄力，抡起，砸下。水，是水！不对劲儿，水流太细了，而且不是从凿口底部涌出来的，是从上面的一道裂缝里渗出来的。都退后，快退后！要塌了，快跑！大丫，你愣着干啥？快跑啊！不行，脚底下全是碎石，根本使不上劲儿。大丫，放松！你给我回来！
没事吧？二叔，你的手皮外伤，不碍事。你个混账东西，不要命了！那么大一块石头砸下来，你冲上去干啥？你死了，你媳妇儿咋办？你3个娃咋办？撒！爷爷，没事了，我们都好好的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谁都不许拿自己的命不当命。水没了可以再挖，但人没了就真的没了。得把他弄开。不行，这玩意儿少说有400、500斤，咱们这些人根本搬不动。找几根粗木棍来，撬！1、2、3，压！再来，1、2、3，压！如果弄不开这石头，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，村里人还得继续等死。怎么才弄开它？用系统。刚才用50金币换了药救刘婆婆，现在还剩2000多金币。初级爆撇技术要200金币，但当着这么多人面凭空变出炸药，根本行不通。用蛮力，我现在的力气虽然大，但也搬不动400、500斤的死物。杠杆也失败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这巨石卡得很死，但其实只靠3个点支撑，底部2个，侧面1个。如果利用杠杆原理把侧面那个支撑点撬开，改变重心，石头肯定能滚下来。爷爷，我有办法。你说，这块石头靠3个点卡住，底下2点承住大半重量，侧面这点是关键，撬开它石头就稳不住。三叔，你砍松木棒的地方还有更长的吗？有是有，后山坡上有棵死松树，大概2丈来长，碗口粗，就是抬过来费点劲儿。2丈，足够了。走，我跟你一起去抬。把树杈那头塞进巨石侧面的缝隙里，卡在支撑点上，在杠子中段点盘石头当支点。力臂长1丈7，施加100斤的力，能产生将近600斤的推力。来，大家一起压！ 1、2、3，压！再压！1、2、3。里面的结构被破坏了，石头塌下来把水道堵死了，这点水根本不够用。那咋办？重新凿？这石壁里头都塌了，谁知道上面还有多少松动的石头？万一再塌一回……大牙，你怎么看？水很凉，但流量太小，1天1夜也聚不满1缸水，必须把里面的缝隙扩大，但从外面强行凿太危险了。系统有没有能让人缩小身体的东西？300金币，抢钱啊！再看看别的。
是金币能承受。身处乱世，金币得用在刀刃上保命防身。系统是个好东西，但它不是万能的。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脑子，是手，是人心。我不能事事依赖系统。闭口石壁内侧凹凸不平，而且越往里越窄。不是石头，是木头，横着卡在石缝里。爷爷，这水潭以前是不是有人进去过？你怎么知道？大概1尺深的地方，横着卡了一根木头，像是有人故意塞进去的。这是老辈人说的水塞。我听我爷爷说过，早年间有人在石壁上打洞，用木头塞住，要用就拔，不用就塞，跟水缸塞子一样。那把这根木头拔出来，水不就出来了吗？没那么简单，木头是塞在洞口里面的，得从里面往外拔，咱们在外面够不着。够不着？哎呀，还真够不着。爷爷，你说木头是塞在里面的，也就是从里往外塞。如果我们在外面用力往里推，就能把它推进水潭，水道就通了。对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快试试！孔洞周围全是硬岩石，扩不开，软化剂要150金币，太贵，还没法当众解释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到底咋办？爷爷，村里有细竹仔或是铁漆吗？这山上不长竹子，铁字子老张头家有2根，但只有1丈长，不够，得2丈才行。2丈的铁字子打不出来。三叔，你会编筐吗？编筐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不是编筐，是把几根金条像拧绳子一样，能行吗？金条倒是有，拧在一起也不难，就木头塞子卡在石头缝里，得使劲儿。试试再说，一根不够就多做几根，捆成一束。方海，带人去割金条，要新条子。韧性和硬度都不错，够了。